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上一次我给大家介绍了，我觉得除了 BKC 和 Mini 之外，最好用的5支爱马仕包，收到了很多朋友的赞同，但也听到了很多不同的观念，非常的有意思。每个人呢对同一款包的使用感受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。我觉得好用的包呢，在别人眼里可能还是个鸡肋呢。那这一期视频呢，我就来吐槽5支我觉得鸡肋的爱马仕包吧，看看大家的感受是否跟我一样呢？感兴趣的话，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首先呢，揭晓鸡肋榜的第5名，你肯定猜不到，就是它，就是这支 Kelly Dance。我知道肯定很多人要说呀 ，Kelly Dance 可是出了名的一包多用的爱马仕啊，非常的人气。这个包可以变出6种以上的背法，怎么可能是鸡肋呢？对于我个人来说，Dance， 我个人觉得啊，绝对是噱头大于实用性。我亲身体验之后呢，觉得在生活中，能用到 Dance 的机会真的是不多。首先，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肩带，实在是太长了。如果斜挎的话，这个包可以吊到大腿的位置上，非常的设计不合理。所以呢，如果想要斜挎，就把这个地方要拉出来。然后呢，用推力把这个地方缠住、固定住，缩短它的长度才可以斜背。然后我平时呢是一个比较追求简单的人，不喜欢每次用包之前折腾大半天，所以我要背 Dance 的话，真的不如直接拿一个 Kelly 的包包就直接走了，这样单肩、斜挎、手拎都可以满足。那假如把它改成双肩背会是怎么样呢？把两边这样拉起来就变成双肩背了。其实背起来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想要变成双肩背的话，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使用专门的那种双肩包，比如说像 Kadiado。肩带的部分呢，它首先是比较容易调节长短的，而且肩带比 Dance 稍微就是会粗一些，然后肩膀这里背起来呢也会舒适一点。另外 Dance 双肩背每次使用都是在考验技术，你得找准姿势，一步到位才能把它顺利的背在身上。如果不小心失败了，还被别人看见了，那其实是挺尴尬的。那其他呢，还有一些比较新颖的背法，比如说像就是腰包这种，我感觉呢，就是这个造型有点像登山的时候一些机桑会背的那种旅游的腰包。如果我想要一个腰包装饰的话，我肯定不会选择使用 Dance 的。而且我想了一下，我1年估计也用不到1次腰包，就几乎使用的几率是为0的。那我手上的这一支呢，是一个旧版的Kelly Dance， 它是 S 皮的，非常的柔软。包里边放东西稍微多一点的话，这个今天我放的东西有点多，它的形状就会凸出来，就会有一点变形。而现在出的版本呢，用的是 Ebakala 皮，比 S 皮会更加的坚实耐用，没有那么容易变形，所以新版会比旧版稍微更实用一些。那么总的来说呢，这款包对于我来说实用性不是特别高的，所以就只能进入我的鸡肋榜了，不好意思。那么鸡肋榜的第4名就是大号的2424，也就是29厘米或者是35厘米的尺寸，但是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了，因为我手上没有它，因为我没有买它。那我的这一支2424呢是 Mini 的小尺寸的，先用来给大家做一个展示。2424在2018年刚刚推出的时候就非常受到热捧，被称为是爱马仕下一个经典的热门款。那受到它人气的感召呢，我也去店里试过一支29厘米的2424，但很快就被劝退了。当时呢，我记得我是跟一个朋友一起去的，他看我试了这个包之后，就一直怂恿我不要买，不要买，觉得这个包不仅不好看，而且还看起来不是很实用。我个人觉得呢，2424的外形设计还是很特别的，这个包盖的设计有突破传统的感觉，但的确不是很实用。这里边呢就像2块钢板一样，每次开关呢都觉得特别的沉重，还增加了包包本身的重量。而且由于它的肩带扣子是在包的背面嘛，所以如果单肩背的话，包包这个沉重的脑袋就会这样往前倾，是这个样子的，就不太好看。相对来说呢 ，Mini 这款会好一些，因为它可以斜挎，所以这种前倾感呢不是特别的明显。这种很有重量的包盖，我认为不易于保持包
包的形状。如果包盖一直这样压迫包身的话，我担心它的包型会垮掉或者产生褶皱。还有这个包扣呢，就是这个部分啊，每次打开和关上包盖的时候，都要把这个旋转扣完美的穿过这个包洞，否则的话呢，它是很容易卡住的。就是急性子的话，真的是受不了这一点。所以出于种种考虑，我最终放弃了大号的2424，而选择了这个小可爱mini版的，它更加的轻巧可爱，还可以斜挎。那由于我只是根据我试包的经历嘛来评价大号的2424，所以不知道真正拥有这只包的朋友会不会跟我有不同的感受呢？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。鸡肋榜的第3名就是这只吉普赛了，可惜我手上的这只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吉普赛了，因为我把它的肩带给弄丢了。吉普赛一般是作为斜挎包，但是那个斜挎的长度对于我来说有一点太长了，所以我就给它拆下来了，然后自己用一条丝巾呢把它当做这个扶手，这样看起来更有时尚感。之后呢，那个肩带就没有给它换回去。今天我想要录视频找肩带的时候，就不知道把那个肩带塞到哪里去了，找不到了，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了。这款包呢，很多朋友是有见过的，但是不太认识。它是最初被爱马仕作为更实用的Kelly 推出来的，确实在它身上能够看到很多实用的元素，都是讲求实用性的。比如说它的肩带是宽肩带，大大增加了肩膀的舒适度。它的顶部采用的是弧形的设计，侧背的时候呢，比普通的 Kelly 更加贴合身形。这个包扣的扣带也是像 Kelly 一样是开合很方便的，内部的容量呢也是相当的不错的，是非常能装的。而且呢，它还有2个小隔层和1个拉链的隔层。整体来说呢，是一个实用性比较强的包。那为什么我把它放进了鸡肋榜呢？因为我觉得它有几个地方的细节还是让我觉得不是很满意的。第一呢，就像我说的，它的肩带实在是太长了，虽然是可以调节的，但是即使缩到最短的位置，像我这种身高的人来说呢，还是显得有一点过长。我记得大概是长到了我胯部以下的这个位置啊。如果我穿的是一双平底的运动鞋的话，就是感觉像一个小学生背了一个长书包一样，垮垮的不好看。另外呢，这个包盖我也不喜欢，很大的一张皮革，每次打开都感觉特别的累赘，而且也不太美观。第3点呢，我觉得它的底部的这个部分呢还是比较容易变形的，尤其是如果放置的时候没有塞入足够的填充物的情况下呢，就会被压出一个像这样的，就是凹进去了一块这种感觉。那么第4点，它的重量不轻，很多吉普赛使用的都是 TC 皮，是普皮中比较重的一款皮质，而且它使用的这个金属呢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金属，还有这个内里的这个部分的金属都是比较大号的，再加上这样一个大包盖，给它增加了很多的重量。总之呢，吉普赛这款包很多地方我都是不喜欢的，所以它只能进入我包柜中的一只鸡肋了。如果要说名气大、人气高，但是却槽点满满的爱马仕包，那肯定是非 Erubaku 莫属了，就是它。首先呢，它最让我觉得头疼的就是这个包盖的设计。Erubaku 的包盖呢，经常使用的是马鞍皮和 box 皮，都是极其容易被刮花的皮质，而且很容易留下水渍、油渍，产生褶皱。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，买 Erubaku 就是为了日常休闲的时候使用，但偏偏它有一个这样娇气的包盖，让我用的时候还不得不小心翼翼。而且这个包盖就是很硬啊，每次拿东西的时候都非常的不方便，需要把它这样用力的往后掰，所以经常这样开开合合的话，包盖很容易产生细纹。边角的这个地方呢，是这个部分，它也会容易裂开，以及包扣这个洞的这个下方，这里也是很容易受到损伤的。2条包带呢也是一样的，每次穿进去，然后就是不仅是觉得麻烦，这上面也会产生细纹和损伤。那再看看这只包的包锁的锁扣，
它的设计呢是在背后这里的，反正我是绝对不会把锁放上去的，因为走路的时候呢，这个锁头摇摇晃晃，也对这个包盖这里的皮革会产生伤害。背的话呢，就是很容易被硌到，自己也会很不舒服。那说完包盖呢，再来说说包身。Elubaku 最常见的就是这种帆布的包身，另外呢还有羊切皮的材质，但是它们都是没有底座的，就导致它们没有办法保持一个很好的包型。如果你在包里边放了很重的东西的情况下呢，底部就会塌下去，背起来的时候呢，包型就没有那么好看了。而且这种帆布的材质呢，也是比较容易显脏的，因为它很容易沾上一些灰尘和那种小毛毛，在深色的帆布上看着油漆的明显，所以你还要经常用那种就是滚筒去把它粘一下，保持干净。如果你购买 Elubaku 是为了充当配货的话，那也是不太现实的。大多数的 SA 其实不会将 Elubaku 算是配货拿给你的，但如果你只想要一款容易入手的入门级的爱马仕的话，其实 Elubaku 算是不错的选择，因为它比像 Apolline 啊、水桶啊、花园包等等入门的包款都要便宜，而且它更容易买到。我的这只 Elubaku 呢，也是N 年前最初开始买爱马仕的时候入手的，只是经过几年的成长之后，再回头来看 Elubaku 就会觉得比较鸡肋了。现在揭晓鸡肋榜第1名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就是肖路达 Birkin。她还有一个姐妹叫做肖路达 Kelly， 跟她一样也是差不多级别的难用。我想吐槽她真的已经很久了，今天总算有机会了。那我就先说说这个包的理念吧。肖路达 Birkin 顾名思义，就是要把一只手拎的 Birkin 变成一只可以肩背的 Birkin。然后呢，它是可以单肩背这个样子。这乍一听感觉挺好挺实用的，但实际上并没有。肖路达 Birkin 基本上就是一只42厘米的 Birkin 被拉长了提手，再砍掉了半截包身。当你背在身上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这庞大的底座会让你的手臂根本就是没有地方放，不知道把手放在哪里，不管放在哪儿都觉得不得劲儿。如果自然下垂的话呢，手臂就会这样，就是顶着包锁这个部分，手臂也非常的不舒服。但是如果你把它就是这样推到后面去背的话，包里面的后边的东西就会全部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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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到这个底部，那也是挺烦人的。因此作为一个单肩包来说，它的设计实在是非常的尴尬。如果天气冷了，你穿的再厚一点再多一点，那这只包就彻底用不上了，那就只能变成手拿。这个时候肖路达 Birkin 真的是包如其名，就是用来锻炼你手部肌肉的。因为这只包真的是相当沉重。首先你可以看看对比，它使用的这个五金比普通的 Birkin 30的五金要大很多，而且一般用于制作肖路达 Birkin 的皮革呢是TC 皮或者鳄鱼皮，都是自重比较重的皮质，再加上这个长版的硬底座，如果你的手臂不是太有力量的情况下，你可能真的是拿不动这个肖路达 Birkin。这个包还有一个很大的吐槽点，就是这个盖子真的是无敌的难开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首先你得左右调节这个包扣，就是把它调到这边打开，然后再把它拉出来，然后呢再调到这边，然后把它打开，然后再拉出来。再把这两条带儿就是抽出来，注意哦，这个地方不是普通的 Birkin 的 U 型扣，它是全封闭的一个环，所以你得就是把它插进去，然后再抽出来。好了，现在打开包盖儿。由于包盖儿很长，所以打开也是挺费事儿的。哎呀，关上包盖儿不用说了，也是同样的困难。所以你要遇到什么急事儿的话，哈，如果用这个包，当然呢，最好希望你不要遇到什么急事儿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就是我拿这个包，然后把手机放在里边了，应该是公司给我打电话，非常的急，然后只听见那个手机在里边嗡嗡的响，一时半会儿这个手机是掏不出来的，真的是很无奈。那既然打开了呢，就顺便给大家看一看它内里的容量。容量其实还是很大的，但我本人的话呢，不会放太多的东西在里边的，因为它本身已经非常的重了。其实我觉得不放东西呢，里面是最好的一个状态，
因为我实在不想把它打开。那一般我们使用 Birkin 的时候呢，会把盖子就是敞开使用。肖乐达 Birkin 虽然也可以这样敞着用，但是呢，我不太会这么做，因为首先呢，我觉得不太安全，因为它的包身非常的长，小偷很容易就是把手伸进去拿东西，而且敞着的话，肖乐达 Birkin 会比较容易变形，尤其是 TC 皮的那种，如果缺少包盖的束缚，包包的两侧就是很容易垮塌。那有的朋友要说了，肖乐达 Birkin 被你这么一吐槽，真的是一文不值了。那你干嘛还留着它呢？虽然它的缺点多多，但毕竟是绝版了嘛。而且它的设计是非常酷的，拍照啊、凹造型是非常的好看的，所以还是会留一只的。那以上5款包包在市场上谁最受欢迎呢？人气第1名的，其实刚才就是我吐槽最多的肖乐达 Birkin。它之前呢，作为限量款刚出来的时候，人气就是相当高的。现在虽然已经停产绝版了，但在二手市场上也依然是一个人气王。许多收藏家和时尚达人都在争相寻找这样的一只包。人气第2名就是 Elubaku。它作为非常容易入手、价格也相对便宜的爱马仕包包来说，是非常有人气的爱马仕的入门款，尤其在年轻人当中最为受欢迎。人气排名第3名应该是大号的2424，因为它容量比较大，设计非常适合通勤使用，所以在亚洲和欧洲国家非常受欢迎，而且它可以直接从门店或者是官网购买，是非常容易入手的一款。那么人气榜的第4名是Kelly Dance， 虽然它的讨论热度非常的高，但是真正购买的人气度远远没有那么高，一般是爱马仕的资深买家，或者是为追求新奇而购买，或者是年轻的买家喜欢它多变的那个设计而购买。因为一只 Kelly Dance 的裸包的价格大约是90多万日币，而且还需要购买一定的配货才能拿到，所以入门的门槛是比较高的。那人气榜的最后1名就是吉普赛这款啦。吉普赛在欧美还是比较受欢迎的，很多明星背这款包走机场，但它在亚洲地区就没有这么受欢迎了，可能它自带一点嬉皮和不羁的气质，不太符合亚洲的传统审美。而且因为它使用了大量皮革和大号的金属，所以专柜的裸包价格也很高，大约是110多万日币，对很多人来说性价比并不高。以上就是我觉得不好用的5只爱马仕包了，不知道你们对它的感受如何呢？期待你的留言，告诉我你的看法哦。记得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